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Zoo DIY。今天这个小视频非常有意思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是怎么样做这种 wood sign 的。这种 wood sign 呢，可以说既有实用的功能，也有装饰的功能。因为一般的这种户外的园林，这种 wood sign 呢是很有装饰效果的，尤其是这种中国字，中国传统的书法。这个呢是我做的，这个名字叫竹鹿。为什么呢？其实也是很 random pick 的一个名字，因为我有计划呢，在这个我身后的位置呢，以后会做一个日式的水景，叫做竹鹿，所以呢，我就用这个来命名。这个放在这儿呢，也非常的有装饰的效果。其实我对书法没有什么研究，但是我知道王羲之是中国最有名的书法家，所以我就从他的字帖里面呢，选出了这两个字，竹和鹿。然后呢，把它打印出来，然后把它放在这块木头上面。用的工具呢，我在下面有链接。其实呢，也是我上几期的视频修那个摄像头的线所使用的工具，一种电烙铁，高温的电烙铁。这个呢可以用来焊这个电线，当然也可以用来做这种烫画。这个呢叫 wood burning， 实际上在这边呢还是蛮流行的，很多人很喜欢。如果你是艺术家的话，当然你可以原创画好这个素描，然后呢用那个 wood burning 的那个电烙铁呢，然后创作你自己的作品。这个呢是非常低成本的，你只需要这样一个工具就可以了。这个木头呢非常便宜，我就是在一般的 home improvement store 买的 SPF 的1英寸这种 board， 然后我把它打磨一下，然后呢出来的效果还非常的好。当然最后呢我又上了清漆，防止它变灰掉。这个呢是2个螺钉固定，所以呢非常紧，即使有风的话呢也没什么问题。你每年可以拿下来保养，如果你需要继续涂油漆的话也非常方便，是2个卡口。这个呢是非常方便的一种安装。这个呢，这里这个灯呢，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，它会打开，这样呢会照到这个字，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装饰的效果。这个 wood burning sign 呢，实际上既有装饰的功能，也有一定的实用的功能。因为我有一只柴犬，那么它呢经常在院子里活动，然后呢，有人路过的时候，它有时候会跑到这儿把头露出来。那么有一些人呢，可能觉得，这小狗很可爱，然后去拍一拍它。这个狗呢，对这些路人可能不太熟悉，所以呢，可能会做出一些比较 aggressive 的举动吧，可能会咬你一口。所以呢，这个呢是有一个法律上的一个风险，因为虽然是在这个 property 里面，但是它的头伸出了这个栅栏，所以呢，我就做一个这样的 sign。一方面呢是对过往的路人一个提醒，另一方面也是在万一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这相当于一个 disclaimer， 一个免责的一个声明。如果有纠纷的话，会对我有一些帮助。当然了，这个 wood sign 这个图片呢，我是在网上搜的，也是同样的方法来制作，把它打印出来，然后把它放到这个木头上面，然后一点一点的用烫画笔把它烫出来。
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 sign 呢是第3个 sign， 这个呢是完全是我女儿设计和制作的。大家看到有一些童趣在里面。这个呢其实我觉得也蛮漂亮的。然后呢，它有很大的实用功能，因为这个门呢，这个煤气表在里面，有那个煤气公司的人每2个月会过来看一下煤气表，所以呢，这个就防止他们打开门以后忘了关了，有的时候狗在里面呢，它就会跑掉，这样就非常非常的麻烦，所以呢，这个呢还是有相当大的实用功能的。我女儿呢，在制作的过程中呢，也是兴趣盎然，然后也锻炼她的这个设计啊，这种审美啊之类的，所以我觉得对小孩还是挺好的。只不过呢，太小的小孩我就不建议了，因为这个 wood burning 这个笔啊，尤其那个笔尖还是非常非常烫的，所以呢，基本上要10岁以后才能做这种尝试。这个呢是另外一种 sign， 就是提醒，过往的人或者是有一些市政的人或者通讯公司的人，他经常会挖一些地，那我会提醒他们，这个下面呢有这个水管，有灌溉用的水管。这个 sign 呢，我是直接在 Amazon 上买的。后来我发现呢，这个质量呢一般般，这个铁皮呢非常非常的薄，而且呢，我觉得有点太工业感了。就装饰效果也不是太好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，我决定自己来做这些 sign。后来证明呢，我这个决定还是对的。好了，这一期的小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其实这个烫画呢，我也是一个门外汉，但是我发现这个呢，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尝试，从10岁的小孩到80岁的老人，都可以过来尝试，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，也非常适合这个家居，你自己去制作，你 personalized 个人定制的这种 wood sign 这个呢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。实际上呢，这个烫画呢有很多的艺术家，他们呢都在做各种各样的作品。那么有一些好的烫画作品还是挺贵的。当然了，这是在那个更高的层面。好，希望这一期的小视频对大家有所启发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这一期视频，请给我一个 thumb up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，请点击红色的订阅按钮，并打开小铃铛。谢谢你持续的鼓励和支持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。